又幸福了，猪。我幸福什么呀？别乱说，不许乱说。感觉你们中泰的关系都挺复杂的。认识这么久了，干嘛？这么长？可能想说的话比较多吧。先夸奖一下吧，太厉害了，一点都不用焦虑，很棒。好，我要开始念了。印象里，我们第1年的相处，虽然挺相敬如宾，但是客气之下也能感受到我们好像是在抱团取暖，能感觉到你紧张又小心，但是试探地向我伸出手。那段时间我们也见不了面，聊天除了找话题尬聊以外，说的最轻松的就是互相吐槽。今天又被骂了。还会互相打气，说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。去年呢，我们多了很多相处的机会，这些相处不同于在同一个地方生活，可以在排练室一起上下课，在剧场一起公演，轻易的就能助演，一起后台嘻嘻哈哈，一起上下班，可以在中心察觉到对方不佳情绪的时候送上关心。对比在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中慢慢熟悉，我们好像相处的总是很直接。但是我们好像相处的还不错。我认识的你在生活上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，你给我送的那个相机的配件和可爱的小包，或者是有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撒娇，都会让人觉得很可爱。你也挺细心的，能察觉到别人的情绪。处理事情呢，即使当下崩溃，但是不会沉浸在情绪里，可以调整好自己，然后比较沉着冷静的面对。反差还挺大的。比如呢？就比如我们2个，你非要讲出来？啊？好。然后呢，就是反差很大，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很不一样、和外表很不一样的人。记得你说过跟我在一起会被感染到快乐，但是我也是，我之前也说过，和你相处的时间就像生活在乌托邦，周围人很简单的就能一起做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们只能，哎呀，感觉好惨，抱着手机在微信里计划着这个那个，所以每次见面的机会我都觉得很珍贵，也是我说过，好像是我比较依赖你的原因。哪怕每次见面外界总是嘈杂一片，但是我可以和你没有时间差，没有信息差。不需要用表情包传递情绪，想做什么就拉着你去做，哪怕只是很日常的事情，但是感觉，就好像有了安稳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啊。但是好像就感觉有了安稳感，就会很开心。所以每次你走了之后，我都会觉得有一点失落，但是也不好意思跟你说。之后呢，就有时不时的找你八卦呀，或者是分享一些有的没的事情。有的时候呢，聊着聊着你会说一些很拉近彼此距离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有点。是有偷偷开心的，也不止这个时候了。其实没有粉丝，在没有粉丝、没有镜头的时候，每一次我们的靠近都会让我觉得有点开心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，人好像熟悉了。怎么啦？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人好像熟悉了之后，就会变得想要更多。也可能是因为一直太多好的东西，让我们忽略掉了一些不好的。我们的相处好像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。难受的时候会想起 Q&A 里那段被我逼掉的话。
你肯定不记得了。所以后面每次想起来都会有点梗，也会在你告诉我说算命的说我们会不好之后疯狂介意，说什么我都要跟你扯到他。我说你看吧，他算的不准，也不知道我在敏感什么。他真的好介意啊！我就跟他聊了几次，就是比如说这一段跟他聊天，然后我们聊着聊着，好不容易岔开话题，他又要说回那个算命的。对，因为我不知道在敏感什么，也可能是因为在怕。我怕这个环境很容易让大家变得一地鸡毛，又很怕真的变得一地鸡毛。我们生活里没有一样的朋友圈，即使都在努力参与，但看到和彼此的朋友对着一些心照不宣的梗相视而笑的时候，是会觉得有些心酸。我们也不能朝夕相伴的相处，也不能在需要的时候送上称赞或者安慰。包括这几天我来了，就是其实除了排练啊，还有时间对上了可以一起吃饭，就一直看着你在焦虑、你在崩溃，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是觉得有的时候挺无能为力的。唉。然后呢，我们各自也承受着自己在工作中的压力，不知道怎么消化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哪怕是很正常的接触，都会被当作为了什么，就能听到各种立场的话试图左右着我们，又爱把我们放在对立面，拿着放大镜去用天平去计算着我们两个人的一举一动。我觉得这一切的声音都是糟糕透了。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有点误会，但是也不算误会吧，就是想法不同。渐渐的，我们表面好像无事发生，但是心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越来越远了。后来的问题随着一个导火索蹦出来，当时沟通好了，第二天虽然和好了之后就手拉手去排练去夜市，但好像是过去了。不过分开之后突然拉远的距离，证明着我们其实都还在别扭。压抑很久之后的话题又说到了我们的问题，说了很多。知道我们开心之下其实都很谨慎，有小心翼翼，经常怕自己成为对方的负担，总会觉得是不是对方和别的朋友可以更轻松自在，那就都挺默契的，偷偷的往后退了一步。最后小心翼翼的问是不是没有一起这个活动，会长舒一口气，小心翼翼的说不要因为非两个人之间的原因去推开彼此。我们好像总是在互相试探和推开去反复验证什么，这是一种挺消耗感情的方式，所以我们不知不觉有了隔阂。所以有一段时间，挺长的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很别扭。其实我也是，我不懂你，也不懂我自己。我们认识于最佳拍档这个比较有争议的活动，也因此我们的关系总是备受争议。但其实我不觉得太多杂乱的声音可以直接性的影响我们之间的相处。影响我们之间的相处的问题，一定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。也因此，在我们有问题的时候，再传来很多声音，就会让人心里打鼓。我们见面常常谈心，微信也大段大段的发小作文，好像是在用这种方式试图索取，亦或是给对方一些安全感。冷战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破冰的时候，你会主动说一些软话，然后就说不气了。其实你挺不爱主动说心里话的，我会有点拗，想要找你说清楚，我担心不沟通，又怕距离让我们更加远距离。但其实好像每次也说不清楚，不过你现在会说一些心里话了。有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说清楚，但是又害怕他有情绪的话，很像在绑架你，所以有的气话是因为很上头，以后上头也不会说气话了。可能磨合就是一个修修补补的过程吧，经历过了才会更加了解，更加契合。所以希望有什么事我们都要很直接的讲出来，想说就可以说。跟我说话你不需要铺垫的，你跟我说，因为在意才会小心翼翼。我又何尝不理解这种想法？做什么之前要去想，我能够这样做吗？做了会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呢？可能是我们都不够自信吧，不自信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。虽然这一年我们磕磕绊绊的一起经历了很多，但我们也更了解彼此。如你所说，我们要对彼此有信心。
我相信我们会一起摸索出属于我们自己舒服、自在、愉快、幸福的相处方式。也希望在我们的关系里，我们都能更自信、更坦诚，都可以有恃无恐。相比较于22年认识的你，我觉得223年的你更加有生命力，很温柔又很有力量。我觉得这应该是你愿意打开自己，向别人表达温柔和爱，从而能被爱与关心浇灌的原因。所以最后，也希望新的一年，你一直能被爱浇灌与滋养着。好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要和你要一个愿望，可以吗？当然啦。是这叫什么？定制快乐。唉，有点沉重啊。就是其实我是个很别扭的人，然后我发现你比我更别扭。对，然后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就是我们之前确实在闹矛盾嘛，然后也一直在那儿发小作文什么的，就是我很想，就是我一直在表达自己到底怎么想，我的内心，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办法听进去。可能因为距离太远了吧？你是不相信我说的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你是为了敷衍我，还是真的认真在说的。就是可能还是因为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说实话，要是我真的就是不在意或者不喜欢或者真的很烦你的话，我就不会理你了。对，就是如果我肯低头，那就说明你很重要，因为我不爱低头。真的？你看，你就是不相信我。好好好，那以后头要抬得高高的啊。那我不用低头了吗？嗯，真的。嗯，就是，那你意思是之后如果有什么你会低头？会啊。少来！他最佳拍档的时候说什么？说什么肯定会滑归很快什么？就是他们都说这是他的一个很大的优点。我当时听了之后，我说天哪，这么好！结果就是真的有点什么的时候，就是那个脸比谁都臭，我都已经够软了。我都给你把台阶放这儿了。你的我没看见。我们楼下有眼科，不是？也可能没注意到你给我递台阶了。炸鸡不是吗？台边边的时候跟你说那话不是吗？一个炸鸡我就被哄好了，那是不是有点太廉价了？哇！那我后来又低头了。哪次？在台边边的时候，就我们快上场呢，在彩排。我以为你在凶我。我当时是，我们一定要这样吗？你是这样，我们一定要这样。
好，是我错了，下次我一定主动下台阶，好吗？主动下台阶。好，意思是我还得把台阶给你搬过来。没有，不，下次我来给你下台阶，好吧？真的？好，我记住了，你们听到了。好吧。就是觉得有点难过吧，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，他好不容易来一次，我都没有时间陪他，我觉得有一点点愧疚。没关系，以后的时间还久。好，那之后找个时间约出去玩吧。好，我就当你邀请我出去玩喽。好的。好，嗯，那你结束了。